就选择了这一个防爆玻璃拉门。我的窗帘是电动窗帘，很高级哦。提，再开。太阳可以在这里关啦，按错了，不好意思。Hello， 欢迎来我家，亲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诺，欢迎来我新家。我住进来已经2个月喽。这是我人生第一个家，然后它是23年的老屋，室内坪数大概有30多坪。那我是把原本的4房2卫改成现在的3房2卫。应该是说我以前是一个漂泊的租屋族，那我也没有想要买房，因为我觉得买房压力太大，而且那就是很大的负债对我来说。但我的家人不断的对我洗脑，他们说这不是负债，这叫增加资产。他们就一直换了不同的名词跟我讲，之后我真的就是成功被稍微洗脑了。然后主要是我的小孩啦，我就有想过说，以后我女儿可能会去美国念书，或者会去美国生活。那如果她每次回来都要问说，妈妈你现在住在哪？我要去找你。那我会觉得，这样有点辛苦或者是她都会不知道妈妈在哪那如果我有个家的话，他回来他就会知道说，我家在这里，这里是我家。他一回来，他马上就可以找到我。所以我就为了这个目标，我想说，好，买一个家，属于他跟我的家。其实我一开始在选择的时候最初喜欢的是北欧风，因为觉得很时尚。之后慢慢又看到了美式乡村风，觉得很有生活感。可是后期这几年，我接触到了极简生活，我就希望说我的生活环境可以简单一点。所以我近期看到了侘寂风，我就发现这个色调跟风格蛮适合我现在想要的简约生活。我希望我的客厅采光一定要好，然后我也希望我客厅空间大一点，所以我就把客厅一个和室拿掉，就增加我客厅空间，因为我希望我小朋友在这边可以骑滑板车什么，有无障碍空间。那再加上这边是老屋，不管是厕所或者是厨房的设备，其实都有点老旧了，所以我就是有帮他们做一些设备的更新。因为那时候其实有找3到5个设计公司来丈量报价，但是其中有一些是听到我的预算之后呢，直接拒绝了我，然后也有一些报出来的价格，我跟我的家人看过之后，我爸因为他是退休的水电师傅嘛，所以他看到他就说，怎么需要花那么多钱？那不然我来重出江湖帮你用。所以他一讲完这个，我说好啊，既然能省钱，那不然我们自己统包嘛，水电你就包了。我爸就是经历这半年的装修我看着他一天一天越来越苍老，就每天看到他，我说你好像老了10岁这么多。然后再来是我自己也觉得这个过程非常的辛苦，所以默默的如果有人问我的话，我都会说，如果你有预算，你还是找设计师好了，因为统包真的太累，而且会有很多小细节我们不够专业，我们都没有注意到。挑选厕所的东西已经算是蛮后期的工程，我才去挑选厕所设备，所以我的心力稍微有点交瘁。因缘际会下，我就在内湖工作的时候，我就有去内湖凯撒看，我就发现他那边的东西非常的齐全，所以我就稍微挑一挑之后，我就发现我把我整个厕所的设备都挑好了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他们的外形其实是蛮漂亮、时尚，而且是很符合我的风格，那种简约的感觉。然后再加上它 CP 值也很高。那我选择凯撒还有个原因，是因为它是台湾的品牌，所以如果我要再找客服或者要找零件的时候，我觉得非常方便，而且不会找不到料跟人。当然好了，你都来了，来。当然，这里就是我的客厅，我最喜欢就是在这边跟我女儿玩玩具。然后我当初会买这个房子，就是因为我一进门看到了这一片窗户，我超喜欢这个窗户。一看到我想说，天哪，这就是我梦想中的家，我想要住在这。所以我买它真的就是因为这一片窗景。然后那时候为了这个窗景，也是伤透脑筋的就是它的窗帘，因为我想要纱帘那种很梦幻、很文青的感觉。但也想要有那种白夜，那种太阳照射进来的时候有那种不同的光影，所以我就觉得很困扰。直到我就是选了穿越帘，
它看起来就像纱帘，但它也有百叶的风格。那这个客厅还有一个非常重要跟大家介绍的，就是这一个电视墙，制作到真的装上去，它花了非常多心思。这一个柜子，我们花了3个人才把它装上去，所以这个是充满感情的一个电视柜。本来就很喜欢我刚刚说的这种大空间的感觉。如果一般的电视墙整面的，它就会阻碍到我的光线跟动线。那时候就舍弃了一般传统的固定式一整面的电视墙。这里就是我的客浴，那我非常喜欢我的客浴，然后我的客浴的设备都是选用凯撒的。那时候挑水龙头的时候，我喜欢这种有点方形复古感的温控水龙头，我觉得它这样放在这边的时候，其实蛮气派、蛮好看的。那在这边洗手台的地方，我有特别挑选，因为我希望大家来洗手的时候，就有一种在那个饭店厕所洗手那种，很气派。那在这边下柜就比较不会放东西，我就特别把我的浴柜的下方定制比较高的这一种，里头就可以收纳很多我要收纳的清洁用品啊。那再来就是我的整片镜面的柜子，为什么我想挑整片镜柜？除了有延伸感以外，增加我的收纳，因为每个柜子里面都可以放东西。凯撒的产品很好玩，它的镜柜其实是可以透过不同的尺寸自己去组装。我的镜柜它这个大款的还会有灯，所以我在这边我就可以化妆。再来走来这边就是我很喜欢的马桶。我那时候看到这个马桶，它这样方方圆圆的这种流线型的时候，我想说天哪，我最喜欢这种弧形设计的东西。再加上它是智慧马桶，他那时候跟我说它会自动冲水，我觉得太适合我这种。它还有一个洗屁屁功能，原本没有很想要，但他跟我讲完，我就觉得我可以试试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以前很怕那个洗屁屁的那个喷头会很难清洗。他们家的喷头是不锈钢的，它在每一次使用前跟使用后，它都会自动清洁。听起来是不是很卫生？那电视的后面呢，这个区块就是我们的多功能室，就是我可以拿来休憩、按摩，然后女儿也会在这边玩她的玩具，然后有的时候我要拍业配的时候，我也会在这边拍照，因为非常的有仙气。那因为我家的收纳空间比较少，我没有那个所谓的储藏室，所以我那时候就有考虑到这一片墙面，我就帮它做了一个系统柜，可以收纳我的东西跟小孩的一些玩具。那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漂亮的拱门，每个人来都会拍照的地方，是这边的打卡景点啦。那当初我为什么要做这个拱门？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这边有一块柱子，就很大的一个柱子，它没有办法打掉。那既然这面墙需要保有的时候，那这个空间我就可以做一点点造型，所以做了这样子的拱门。就我真的觉得统包，如果你没有天天来监工，这个拱门原本不是长这样的哦。因为我爸有一天他就回来跟我说，珊珊啊，我觉得你应该要去看一下你的拱门哦。我想说发生什么事？不是尺寸已经给了吗？所以我隔天一早我就跑来看我的拱门，结果我就看到一个阿拉丁神灯的帽子在这个地方。我就说为什么拱门会长这样？所以就请那个师傅重新拆掉、重做，把它打圆，才会是现在这样子的成品。所以这就是如果统包的话，你会遇到的一些小小的状况，你需要自己去面对。那也是给你们参考哦。就是我的用餐区，我跟朋友就是在这边联络感情的。刚刚有讲到我家就没有什么储藏室，所以我这边原本有个大梁，我为了修饰这个大梁，再加上没有储藏空间嘛，我这个柜子就做的特别的深，大概有60公分深，所以里头就可以放一些比较大型的东西，像推车啊，或者是梯子啊，这些大东西就可以收纳在这里头。这边是我的厨房。那时候我其实就有想过说，我不要开放式厨房好了，因为我怕有油烟的问题。我是先做木座，才在找门。那时候木工就说，请问一下你这边有没有需要做一个门挡吗？我说做啊，为什么不做？因为感觉就是把边框可以遮掉就遮掉，当然是做咯。做完之后才来装门。有一天我朋友就这样子，在这边发生一件惨案，他突然我说怎么了？他说你的门会咬手。我说我的门会咬手，因为这个门
它的拉把在这个地方，所以我们要这样推进去的时候，它这边有个门档，它就卡住了，手就断掉了。没有啦，没有那么夸张啦，手就被就是咬到，有点受伤。所以这边就是如果统包像我们就没有想的这么仔细，甚至没有经验，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些小小的状况发生。这里呢就是我的主卧室，那我希望我的主卧室跟客厅的风格可以统一，所以我选择同色系的油漆。那我的窗帘是电动窗帘，早上的时候我就不用起来开窗帘，我直接在床上我就这样优雅的压一下，就可以被太阳清醒。嘿呦！这里是我的主卫浴，我都跟我小孩在这里洗澡啊、洗脸、刷牙都在这个空间，所以虽然它小小的，我还是有做干湿分离。那因为小朋友的关系，所以安全性非常重要，所以我就选择了这种防爆的玻璃拉门，这样比较安全。那再来呢，所有的配件其实都是凯撒的，它这样黑色的铁件，而且是雾面的，是不是非常有质感？最主要是刚刚有讲到我的主卫浴比较小嘛，在挑选设备上面就需要稍微用心一点。像我选择这一款面盆浴柜组，尺寸比较小一点，放在这边就刚刚好。再加上它是一体成型的台面，所以在清洁上面会比较方便。那它比较短一点点，所以下面就可以放我小朋友的洗脸凳，所以这一面镜柜就刚刚好放在这边，就好像一组的。所以我说他们有不同的尺寸去设计，那我就选了这个镜柜加一个展示柜。所以我在跟工班去协调工期的时候，那时候也是非常困难，因为第一个是年底了，缺工，他们大家都有暗场，就是很努力的在帮我瞧，然后再加上中间可能有一些东西衔接不好，我在中间如果没有沟通好，其实很多东西都是重做的。我想到了那个。就是那时候给那个木工师傅窗帘的轨道，然后他就帮我定好了之后，我想说，这样就完成了嘛。结果真的来做窗帘的时候，他说轨道上不去，因为我们木工做还要油漆，油漆要 P 图啊，要油漆，所以那个 P 图又有个厚度，就差那么0.1吧。那个轨道就上不去，所以又要再把油漆师傅找回来，说请他帮我重新磨啊，把那个 P 图磨薄一点才能上轨道。所以前后有的时候还要请那个师傅回来的时候，还要等他有空，可能那5天就不见了。所以这中间真的是很耗时也耗力。我觉得设计师的费用真的是不需要省，因为你自己在统包的时候，有的时候真的会很多细节你没有发现，在后面使用上你就会知道那其实是很困扰的。再加上你的心真的会很累，因为你在做沟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如果你又要工作，甚至又要带小孩，你要在做这些沟通的时候，你会需要看心理医生，那你还不如把那个钱拿去给设计师，我觉得真的比较划算呢。就肩膀很重啊，但是我每次回来或者坐在这个空间里头吃早餐、运动的时候，我都会觉得哇，好值得哦。有一个心理的那种感触是很难用言语说出来，但是我相信每个拥有自己家的人，他们才能知道，就是那种安定感。我觉得真的是有差别，就一个家永远都在你背后等你。你在外面再辛苦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有一个地方。就安稳的在那边等你回去休息，所以我就觉得有个家就让自己很舒服、很开心。您也是经由设计家网站找到命定设计师吗？欢迎填下方表单，填完就有机会到你家进行拍摄哦。